在海景酒吧里狂欢的人们并不知道危机正在靠近。最先被杀死的是码头附近执勤的岛上保安。马尔代夫因为都是独立岛屿，游客又普遍比较有钱，所以基本上没什么治安问题，也没什么危险。这些保安也都非常松懈，而且根本没有任何武器配备。黑衣人登岛之后，这几名保安还没回过神来，就被装了消音器的突击步枪打成筛子。随后，这些人以非常专业的阵型，在码头并分3路，左翼右翼各有1队人马，中间则是2队人马。此时，岛上大多数人都在酒吧里，行政楼有一些员工值班，还有一些倒休的员工在休息，但他们根本就没关注到外面的情况。在海景酒吧外有大约10多名保镖，这其中一半是伯纳德·埃尔诺的保镖，另一半则是塔瓦纳的保镖。这些保镖中，有些是练家子，有些是身经百战的雇佣兵，但他们都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，就是早已经远离实战。有钱人日常所有的安保配置都是顶配，而保镖往往是安保的最后一环，所以一般就算有点什么麻烦，也到不了保镖出马的地步。相反，这些保镖因为跟在富豪身边吃香喝辣，享受人生，不但内心变得膨胀，反应变得迟钝，就连实战能力也大大下滑。所以这些人在门口守着，也根本没察觉到什么异常。可是高端局里，留给对方的窗口往往只有一瞬间，抓住了尚且还有生机，抓不住就只有死路一条。当这些保镖还在相互攀谈说笑的时候，黑衣人距离他们已经越来越近，近到已经将他们框定在突击步枪的射程之内。这时，中路的黑衣人停止接近，左翼右翼两侧的敌人继续包抄。在抵达既定的射击位置之后，2翼的黑衣人突然开枪。之所以让左右2翼开火，是因为他们担心从正面开火，子弹穿透目标后会继续射入酒吧。酒吧周围都是玻璃窗，一旦窗户被击碎，必然会引起里面人的注意。但是左右2翼开火就完全规避掉了这个风险，他们的子弹顷刻间穿透了这些保镖。由于弹道从2侧来，以至于这些保镖倒地的时候，酒吧里的人依旧没有任何察觉。与此同时，叶晨并没有第一时间赶赴酒吧，而是根据当初郎红军给自己科普过的通讯知识，直接用灵气斩断了岛上信号塔的供电。马尔代夫是群岛国家，每个岛屿和首都的距离远近不一，绝大部分岛屿都是自给自足，比如电力采用柴油发电和光伏发电，搭配储能设备，这样就不需要从首都架设电缆。整个马尔代夫没有任何淡水资源，所以这里岛屿的淡水靠的是海水淡化技术。实际上，首都本身就像个乡镇，也没有能力为周围岛屿供水供电。至于通信与网络，像白马岛这种高端岛屿，有自己的一套卫星基站，能为全岛提供通讯和网络服务。想让这座岛与世隔绝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切断这里的基站供电。叶晨与这帮黑衣人的动机不一样，黑衣人想搞出一个大事件，他最头疼的就是大事件。就白马岛的地理位置与地理特征，真闹大了，政府派军队过来，这么大规模的武装袭击，必然要登上国际新闻，到时候自己和家人一个也跑不了。就算自己能跑，到时候政府一对出入境信息和登岛信息，就会知道岛上少了人。出于外国游客失踪的正常流程，一定会通知大使馆，事情到时候就大条了。所以叶晨在插手之前，必须确保岛上的任何信息不会泄露出去，确保岛上没有任何运营商信号以及 WiFi 信号之后，叶晨便立即奔向酒吧。酒吧门外，在悄无声息地解决掉所有保镖之后，领头的黑衣人冷声道：“按原定计划把酒吧控制起来，4队跟我进去。”4队的队长立刻问他：“老大，进去之后可以无差别开火吗？”“当然不行。”领头的黑衣人厉声呵斥：“今天晚上有很多大人物，连我最喜欢的女歌手塔瓦纳也在这里，要是直接把他们都杀了，
那可就亏大了。说罢，他冷笑一声，继续道：今晚我们有机会一箭四雕，前提是我们必须把控好节奏，把控好现场。待会进去之后，就第一时间把里面所有人控制起来。如果遇到有致命威胁的抵抗，你们可以开枪将威胁干掉。除此之外，任何人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得对里面的人开火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一众黑衣人立刻点头。此刻的酒吧内，塔瓦纳唱完了最后一首歌。酒吧里的氛围极好，大家因为都喝了点酒，也都比平时更放得开。不少人已经在酒吧里端着酒杯跳起舞来，就连肖长坤和马兰也跟着几对老外夫妻一起扭了几下，很是开心。塔瓦纳知道自己这次临时起意的小型演出已经在互联网上备受追捧，想到叶晨肯定也会有所耳闻，心情也是非常开心。伯纳德·埃尔诺就更不用说了，白嫖了一次塔瓦纳的演出，对白马酒店的知名度有很多的提升。就在所有人都沉浸在这个快乐的夜晚中时，忽然有人开口道：哎呀，怎么没网络了？我还在直播呢，有10万加的观众在看啊。其他正在直播的人也看到了手机上的提示，纷纷惊呼：真的没 WiFi 网络了，连运营商通讯网络也没了。伯纳德·埃尔诺听到周围的动静，便急忙拿起手机查看，发现确实什么信号都没了，立刻有些生气地质问身边的白马岛总经理：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个时候忽然断网了？你知道网上有多少人在看大家的直播吗？总经理也紧张得满头大汗，赶紧说：埃尔诺先生，您稍等一下，我这就去让他们确认一下，可能是设备出了点问题，我让工程的人最快速度修复。伯纳德·埃尔诺冷哼道：赶紧去，耽误时间太长的话，你就可以辞职了。总经理慌乱地点点头，立刻就要往外走，刚要出门，一队黑衣人忽然鱼贯而入。为首的黑衣人端着突击步枪，在头顶的吊灯处一通扫射，一时间各种碎片噼里啪啦地落下，把所有客人吓得惊呼出声，纷纷抱头鼠窜。这时，那黑衣人端着枪再次扫射一通，冷声道：所有人立刻高举双手蹲下，否则的话，格杀勿论。